大家好，我是罗宾。你想拥有一缸美丽水草吗？你想在你的水草缸布置一片绿油油的草皮吗？很多人喜欢迷你矮珍珠，迷你矮珍珠算是所有水草草皮里面算是最迷你、最细致的草皮之一。那它细致的这个外观会吸引很多人想要来种植它。可是我们在水草购买的时候，往往都会买错。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不知道说，他们把日本珍珠草的水上叶当成迷你矮珍珠来贩售。那有时候呢，连水族馆他自己都不知道说，他进的不是迷你矮珍珠，而是日本珍珠草。那我们要如何来分辨这两种草呢？我们后续会有一个影片来做两个不同的形态进行比对。那我们来看它到底是不是这么像，还是说有分辨它的方式呢？通常日本珍珠草的话，它会长到很高，也就是说你的鱼缸有多高，它就会长到多高。那迷你矮珍珠的话就不是咯，它顶多长到这么高而已。当然，你假如说你的光又够、肥度又够的话，它可以厚度达到这么厚。可是呢，我不建议是说让它可以达到这么厚啊。当然，你草皮还是要定期的去修剪它，让它维持在一定的高度，要不然的话，你底下的叶片会因为照不到光，然后底下就会黄掉，然后就烂掉，然后之后呢，整片草皮就如同做电梯一样，直达你的水面。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水草缸的草皮就会一夕之间全部都升天。日本珍珠草，它在水上的时候会跟迷你矮珍珠长得很像，有时候当它们状态类似的时候，连罗宾我自己有时候都会看说，奇怪，这个到底是迷你矮还是日本珍珠草？有时候我自己都会愣了一下，但是呢，你仔细去观察它细微的一些特征表现，还是可以看出端倪的。当然，我们要购买这些草的话，一定要找有信誉良好的店家来进行购买。这样的话，他们对于这个草种，他就会负责的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品种，它就是什么品种，不会说我买到 A 就是来就是 B。这样的话，变成是说我们花了钱之后，又得到不愉快的一个交易，那心里就总是会觉得不好。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我的迷你矮珍珠总是不会趴，然后都会一直往上涨？不好意思，你的迷你矮珍珠你可能买错了，你买到了日本珍珠草了。那我们后续来看一下日本珍珠草还有迷你矮珍珠这两个草该如何的来辨识，那它们的差异在哪边呢？后续我们还会有一小段的影片来介绍说，迷你矮珍珠该如何的种植，可以省去我们很多的时间，而且可以增加它的存活率。再来的话，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在迷你矮珍珠种植的时候少掉藻类还有等待的时间，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无水启动法，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影片，了解这操作法吧。这个日本珍珠啊，还有这个迷你矮珍珠，这个在水族馆啊，我们常常看到的时候啊，假如没有比较的时候，会误以为说这个就是那个迷你矮，然后它已经绑在铁片上面，它会绑在这种铁片上面。那你绑在铁片上面之后嘞，你这样乍看之下，它假如从水草场来的时候啊，它这个可能会比较矮一点，这个已经从水草场已经过来这边，已经让我再蓄养个大概3到5天了。那时候它已经又比较长高，这时候才看得出来说，明显它比较大一点。那同样的，这个迷你矮珍珠，这个你放了那么多天之后啊，其实你看它还是矮矮的、小小的。那这个当然是在水上叶的形态哈。水上叶的形态呢，你可能阳光过强哈，它叶子就会变成这么小。那当然，在我们的水中啊，我们种到鱼缸里面啊，
叶子有可能会变成这么大。你看这两个这样相形之下一比，只要以水上叶的话，看是会有明显的差异。可是你没有比的话，你会误以为说两个是一样的，那这时候你买很容易就买错。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迷你矮珍珠，它进入我们鱼缸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种它？很多人都用有不同的方式去种，我们一一的来解说。那我们就过去看吧。我们先把这个缸子加入黑土，加入黑土之后呢，来让它达到一个厚度。这样差不多。我们在弄的时候啊，你这个黑土啊，你还是要让它有一定的厚度。我今天这个是做一个示范的哈，先把土把它弄得均匀一点，平整。好，之后呢，我们通常买回来的那个迷你矮呢，有的人会怎么样？把它整片啊，就放进去。来，这个是我们买回来的这个迷你矮，有几个方式。来，第一个，直接就放上去，这样就好了。它加水之后就不会浮起来。好，那你这边弄，你可以把它的周边这边用土稍微把它培一下，培平之后，你就看起来就会像是你看种稻那个，或者是种草皮，它一片一片一片，然后你就把它间隔开来。那你在种的时候呢，你一片跟一片之间呢，你要有一个间距哈。我这边的话，我拿另外一块，这个是没有绑那个铁片的，你让它有一个间距。你不要说这样子紧贴，为什么？因为迷你矮在种的时候，它这边已经被困住了，对不对？它不会再从中间这边去发展，它会从边边，它往旁边去生长。因为迷你矮珍珠的话，它是属于匍匐的，它会用匍匐的方式去前进。那这样的话，你就种，你让它隔一个空间，中间有一个那个缝隙的话，它就可以这样顺利的左右长出来。你左右长出来之后，你之后就可以整片都是草皮的啊。这个是整片这个迷你矮珍珠，假如你买到的是这个绑铁片的，你就直接这样放。哦，这个是一招。好，另外的话，第二招，我们假如是买那种整片整盒的那种，就像这种的，它是没有绑铁片的。啊，有的人会怎样？我也是一样，整片就这样放着。放好之后呢，你这样放着啊，水一灌下去哦，它一定会这样浮就浮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重量嘛。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一招哈，就是我们再把那个黑土加一些黑土，就这样，这个黑土对不对？我就稍微再把它撒一些，撒在上面，稍微盖一下，有一个重量给它。有一些重量给它之后，那这些黑土就会压住这个迷你矮。那因为这边边也有嘛，你是要稍微把它压一下，把它培土把它培过来一点。虽然是有一些黑土卡在上面，可是呢，植物它会找到生命的出口，它会自己从这缝就开始成长出来。然后你整块这个迷你矮的这个草皮呢，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就种满。好，那像我们在刚刚讲的嘛，就是把它有一个间隔，把它隔开，然后照这个方式，第一个就是先把它铺好，铺好之后呢，再抓一些黑土上去，把它撒一撒，那这样放着，那这样子通常就不太会浮了。那假如真的又浮起来的话，再拿一些黑土，再把它再加一些，甚至你把它全部都稍微盖住，只要有留一些绿绿的。你不要怕它说整个都被盖住，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盖住，对不对？其实这样操作的话，它光线在照之后，它还是可以穿透到底下了。那植物它本身在野外啊，它本来就是从泥土里面冒出来的，所以它在成长的时候就不会因为稍微的有些土去遮到它而受限。好，这是第二招哈。再来一个，有的人是怎样？他会直接把这个
迷你矮啊，把它拆掉。我比较不愿意用拆的啦，因为你拆的话啊，你这个迷你矮啊，它其实是盘根错节在一起。来，你看，我们来看一下这特性，它们是盘踞在一起的，它的根系是合在一起。你把它拆的啊，如同说我们一个人啊，你被断手断脚了，然后你被拆得很细，又把你的手又切断，然后把你的脚又切断。啊，有的人呢，为了省啊，就这样啊，我这样一株一株这样子，好，可以，你就把它这样种 ，OK， 可以。可是我得说啦，我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在那边慢慢在那边拆啦。再一个，你拆这个的话，对 ，OK， 可以，你把它拆得很细小，你种下去呢，其实你种完之后，它也有可能会浮起来。那浮起来的时候，你又得要再一个一个把它戳下去。这个方法是可以比较省哦，你可以省掉一些那个我们购买水草的费用。可是呢，你拆的越细的话，你看它这个都已经盘根错节在一起，然后你又把它拆了，这样一株一株种，我是觉得第一个啦，你只要很有耐心，慢慢这样种也可以，只是说它的存活率会降低。我的话，我会怎样？我会建议是说，你至少你拆起来你刚刚那个4×4你直接放就好，或者是说你就拆成这么2×2或者是1×1，最小就是这个 size 这样子的 ，OK， 那你可以这样戳下去 ，OK， 这样也可以啊，这样也可以，然后你就把它戳下去。那戳完之后呢，你还是得要做刚刚那个动作，就是还要培土过来。那与其这样弄的话，我们不如说刚刚那一整块就给它直接塞下去啊，或者是戳小一点，然后土刚刚就这样直接铺上去，那整片一下子就做好了。我是不希望是说我花很多时间在一些需要做手工的部分，那这样的话，你的草就会种得很快，然后之后就是只要等待它们成长，那后面就可以看到一整片绿油油的草皮了。这样的方法，我会觉得是说，第一个，它存活率会比较高；第二个，它就是说省掉我们的工时，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弄这个。那第三个，它要浮起来的时候，你到时候又得要花很多时间去帮它一一的戳回去。那你与其说我省这一小块的钱，我觉得是说，最贵就是什么时间。那当然，你假如有时间的话，你慢慢晃也没关系啊，你慢慢种。只是我得说，你拆越小的话，它成功率越低；你越大块的话，成功率越高。然后这个的话，你有一个重量的话，它自己还会沉在下面。你稍微用黑土把它盖一下之后，就可以成长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一个迷你矮珍珠草皮如何种植简单的说明。